这次内容啊，主要解决一下大家反馈的刚需。虽然我爱用地图讲历史，但介于私信来说，大家连时间线都搞不清啊，哪个朝代在哪个朝代之前是吧？那我就梳理一下中国历史的朝代先后和时间。你看这还不容易，废话不多说，现在就来吧啊！我们前面提到啊，古巴比伦王颁布了《汉谟拉比法典》，运行3700多年。3700多年前的中国人在干什么呢？很遗憾啊。就算我们把争议极大的夏朝遗址、河南二里头遗址都算上，也不过是同样3700年前而已。有人说了是吧？不是这两天良渚申遗那么多媒体号称证明中华5000年假历史嘛，是吧？且不说这些人到现在才知道哦，夏朝不是5000年前，也不说良渚遗址啊，只是一个地区性发达文明，居民大多数都是百越人啊。就单说良渚遗址，甚至更早的发达遗址，也不是什么新闻啊，但很多人却因为这事儿是吧，靠着外国人承认自己来平添民族自豪感啊，号称什么各种朝代不承认是外国人的阴谋是吧？哎，却不知这是基于本国学者的严谨。好了，先不说这些无良媒体带的节奏，我们就说啊，目前板上钉钉的第一个王朝，自然是100年前才得以彻底证实的商朝啊，大约开始于3500年前。国王能直属的范围呀，也不过就是这么大的位置啊。其他地区啊，大多数都属于收小弟的方式存在。就比如陕西姬姓的周部落，时间长了就想跳反，趁着商王帝辛，也就是那个纣王东征，和自己的娘家姜姓人在3000年前一起打到了安阳，统治天下啊。这周朝虽然号称商朝灭亡是因为他的暴政，但是他自己心里明镜呢，就是管小弟没管好，是吧？于是啊，周把满天下的好地儿封的竟是自己的姬姓以及姜姓诸侯，剩下的只有商丘封给了商朝王室带路党，也就是宋国啊。后来呢，又把商朝的娘家人嬴姓贵族整到了自己老家西边甘肃南部，给自己放马驾车。其中啊，一个皇家的司机赵府，因为开车开得太好了，是吧？被封到了山西的赵地当了市长。而另外一个叫做妃子的弼马温，因为养马养得好，也被封到了秦邑当市长。啊，周朝总以为自己亲戚总不会反自己吧？没想到却被姜姓的申国把西北的犬戎放了进来。2770年前，都城镐京被攻占，姬姓诸侯各打算盘，反倒是放马的嬴姓秦人给了王子宜臼护送到了洛邑，史称东周。至此啊，甘肃秦人接手周朝陕西的旧地，位列诸侯。其实啊，虽然我们常说春秋战国，但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朝代啊！记住，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政令不出洛阳吉祥物周天子呢，所以它还叫东周。而大多数的中原的姬姜姓国家呢，也没啥能力，反倒是地处边疆的东边的姜姓齐国，南边的芈姓楚国，北边的姬姓晋国，西边的嬴姓秦国，因为有足够的扩展空间，他们外并戎狄蛮，内逐入中原，开启了四皇争霸的所谓春秋时代，形成了天下的稳态。没想到啊，四皇里最强大的山西晋国竟然步了周天子的后尘，他的3个大夫赵、韩、魏3家逐渐坐空国君。2453年前，竟然瓜分了晋国的领土，成为了新的诸侯。这也就是历史上3家分晋大事件。而那个赵国正是秦国的那个本家。至此，天下的稳态被彻底打破啊！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，加上一个后起之秀的北京一带的燕国，形成了七五海血腥攻伐的战国时代，争当战国王。哎，这就是战国时代啊！而本来被魏国吊打的秦国，却因为商鞅的变法逐渐瓦解了腐朽的旧贵族，确立了军功爵制，严刑峻法，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。他南下吞并非华夏的古蜀国、古巴国，成为西部的庞然大物。而楚国嫁过来的太后芈八子的摄政，又反而让楚国被白起打成了渣渣。北边的齐国呢，因为得罪了燕国，反倒被燕国大将苏秦合纵连横，6国同攻齐，齐国差点亡国。这就导致了战国后期啊，只剩下秦国的本家嬴姓赵国因防北方民族胡服骑射，成为秦最后的劲敌。然而，一个赵国的秦国人质啊，在大资本家吕不韦的帮助下回到秦国，不久后挂掉，留下了一个赵国出生的小孩，正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秦王政。然而，就在秦王政出生后3年，在苟延残喘的楚国封邑，老刘家的老三出生了。刘老三呢，亲眼看着秦始皇是一步一步灭了6国，也亲眼看着秦帝国的建立。
更是亲眼看着楚国的贵族全变成了秦国派来的县长郡守。本来想在乱世当个侠客的他呀，只能被迫当了个街委会治保主任、亭长。刘老三到了46岁的时候，秦始皇驾崩，而他呢也被朝廷派去押送刑徒。按理说这辈子就玩完了，是吧？没想到陈胜吴广起义，造成了天下几乎所有旧六国势力的独立，包括他的沛县。这县长啊也被架空，最后被干掉。而他的公务员哥们儿一致决定让他当头。刘老三啊，至此就以刘邦为名，开始了自己做梦都想不到的人生。就在他自己屡屡碰壁之后，投奔了楚国反抗军老大项梁，然后和他的侄子项羽打成一片。哇，没想到就在项羽干掉秦军主力之后，他却一路杀到了秦都咸阳。项羽鸿门宴没杀刘邦，还给他自以为是的封到了闭塞的汉中，当了个汉王。没想到刘邦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重新收回陕西，恢复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前秦国的样子。只当那个楚霸王的项羽啊，反倒在和汉王的战斗中节节败退，最后死于垓下。2202年前啊，54岁的刘邦终于于秦都咸阳旁建立长安城，修长乐宫、未央宫，所谓欢乐不可停止。而汉这个字啊，也就像个创业公司的名字一样，是吧？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王朝的名字。好了，从上到汉的时间线我们就梳理完了，但是你脑海中是不是还有点乱呢？是吧？啊，正是像我所说的，没有地图的时间线啊，只会给你带来大麻烦。无论王朝如何变迁，只有这片大地不会摇损，不会结亡。当然了，你可以打开地图和我一起接着梳理下一部分。前面啊说到汉朝的建立是吧？别看听起来是荡气回肠，但是经过多年的天下战乱，汉朝的摊子啊也就这么大一点儿，也就是战国7国加一起那么大。尤其是北方的匈奴啊，经过中原的战乱，他们的冒独单于不仅控制着秦长城内的大量领土，还西控甘肃西域，东控大兴安岭的东湖、辽宁，成为了一个压在汉朝脑袋上的大熊。那刘邦临死前啊，还留下了个被匈奴在山西白登之围的遗憾。自此啊，汉朝的国策啊就改为对匈奴和亲了。而对于南方的闽越、南越、夜郎、滇国等政权啊，也只能象征性的封王啊，对内专心休养生息。等到汉武帝刘彻继位的时候啊，国库穿钱的绳子啊都要烂掉了。可以说啊，是历史选择刘彻，也是刘彻缔造的历史。这个可以和秦始皇并列的人物啊，南攻南越、闽越，广东正式纳入，福建首次纳入中央版图，西南纳入夜郎、滇国，贵州、云南首次纳入中央版图。与此同时啊，开始着重对付大 boss 匈奴。他不仅攻下龙城、朔方以及甘肃河西走廊，匈奴靠近汉朝的经济特区彻底丢失。至此，远在漠北苦寒之地的匈奴只剩下了东北、西北两个基本盘。没有想到啊，这汉武帝向东攻灭燕国大将魏满所占领的魏满朝鲜，收纳东湖中的鲜卑、乌桓，远征中亚大渊，核心如今哈萨克斯坦东部的乌孙，恩威并施。匈奴最后的两个附属被彻底剪断，最终在有汉一带，除了南下复汉的南匈奴，北匈奴最终西迁，不知去向。而汉朝也从那个孱弱的小雏鸡，成为了一个东控大海、西击黄沙的巨大雄鹰。可以说，中国如今模式的版图就是自此奠定的。然而，汉朝中期啊，地方豪强势力空前膨胀，各阶级矛盾也十分尖锐。就是在此时，外戚王室的王莽逐渐夺权。哇，这个中二少年竟然直接篡了权，建立了一个新朝。而好玩的是啊，王莽毒死汉平帝更改的年号元始1年，正好是西方的公元1年。他上任之后啊，不仅理想化的想恢复西周制度以化解矛盾，还给人家各个少数民族瞎改名，是吧？硬是给匈奴单于改成了降奴伏于或什么鬼。总之，天下大乱，还是一个远支皇族刘秀趁着湖北的绿林起义起家，最终干掉王莽，恢复汉朝。但都城啊，已从长安迁往洛阳，史称后汉或者东汉。这东汉啊，虽然文治武功不下西汉，但倒霉的是啊，皇帝寿命啊都极短，这也就导致了全朝出现了大量的外戚宦官的专权事件。而刘秀起兵的时候啊，就是依托了那些地方豪族的支持，所以中央政权一不稳，地方势力就难以压制了。所以随着汉灵帝时宦官以及外戚合氏的中央混乱，西北军阀董卓进入长安，用力年幼的汉献帝刘协，天下彻底乱了。经过多年的建兵战争之后，北方被中央士族出身的曹操戴着汉献帝丞相的帽子统一，东南呢被地方豪族出身的孙策、孙权戴着吴王的帽子统一，而西南8
巴蜀则被涿州卖草鞋的皇族后裔刘备拿下。随着曹操去世，他儿子曹丕废汉献帝称帝，改国号魏。这个带给中华无比荣耀的汉朝就算彻底结束了。而刘备呢，也迅速称帝，号称继承汉法统，国号仍为汉，史称蜀汉。而孙权也在江东称帝，史称吴大帝。其实啊，魏国之强大，以至于蜀汉吴加一起也打不过。没想到呢，蜀汉丞相诸葛亮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屡次出兵魏国的陕西关中，希望建立刘邦时一样的霸业。然而就这一举动啊，最终还让魏国大将司马懿羽翼更丰，加上曹氏大杀同姓宗室，最终啊，魏国被篡为司马氏的晋国，最终一统天下。然而就是这个悲催的晋朝，他反思曹魏，反而大封司马诸侯。倒霉的是啊，中央皇帝还弱智，是真的弱智，他是病理上的弱智啊！国家迅速爆发了八王之乱。这样一来啊，本来曹操时代收复的一堆南匈奴武装反倒趁机崛起。匈奴人刘渊号称继承汉法统，建立汉王朝，史称汉赵胡汉，迅速占领北方。而巴蜀秦岭一带的土著民族氐族占领成都，同样号称继承蜀汉刘阿斗的法统，史称成汉。这足以看出汉这个名字有多深入人心了。就这样，晋朝在北方西南的统治彻底崩溃，只能跑到曾经东吴的地盘谋生存，史称东晋，天下重新三分。此时距离三国统一仅过了24年。所以啊，历史上也有看法，就是把三国看为南北朝的真正开端。这个所谓的晋朝和北方的五胡十六国乱华，不过是昙花一现的插曲而已。东晋努力多年，除了收回四川，却再也没能对抗北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少民政权。东晋努力多年，除了收回四川，却再也没能对抗北方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少民政权。而在北匈奴西迁之后，曾一直作为他们小弟的大兴安岭鲜卑人，却迅速收拾了他们的遗产，重组成慕容部、宇文部、拓跋部等大部。按理说啊，慕容部啊是最早入主中原的鲜卑人，建立燕政权，但是他们的同胞拓跋部却笑到了最后，彻底统一北方，建立北魏。而南方的东晋呢，也被底层出身的大将刘裕篡权，史称南朝宋啊，或者刘宋，注意不是南宋啊。就这样，南北朝的时代正式开始。南朝依次轮换了宋、齐、梁、陈四代，而北魏啊却在孝文帝迁都之后，引起了大量边防将士的不满，导致了一个鲜卑化的汉人高欢和一个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，最终分别占领了北方东部和西部，撕开北魏，缔造了后来的北齐和北周。这样啊，看起来更劣势的北周武帝宇文邕，反倒一举占领了南朝的巴蜀，眼熟没，他又成当年的西北大强国秦国了。然后呢，又把内政乱得一塌糊涂的北齐灭掉。奈何呢，这宇文邕死后啊，后代不争气，导致大将隋国公杨坚最终篡权。589年，杨坚篡北周的隋朝，最终灭亡了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南朝臣。统一中国自汉末起400余年的天下大乱终于结束。然而隋朝面临的问题啊，和汉朝非常相似，那就是北方的敌人从匈奴换成突厥了，而东北的敌人呢，也从魏满朝鲜变成了强大的高句丽。隋朝的长孙晟啊，虽然把突厥忽悠瘸了，但隋炀帝为了征服高句丽，修了一个连通江南、洛阳、涿州的巨大运河，运送物资，结果他被打了个大败亏输，甚至导致整个王朝的动荡。好玩的是啊，天下最终却被隋炀帝的表哥，同样出身自北周的贵族李渊给统一了。因李渊祖上为北周唐国公，所以此朝代呀，就是那个可以和汉齐名的大唐了。好了，自汉到唐的时间线我们就处理完了，但是你脑海中是不是还有点乱呢？其实正常的是吧？没有地图的时间线只会给你带来麻烦。无论王朝如何变迁，只有这片大地它才不会摇村，不会结亡。当然了，你可以打开地图，然后和我一起接着处理下一部分。